帮助你蔡姐。小齐啊，房租马上到期了，你考虑的怎么样啦？姐姐刚买了100个大生蚝，晚上来姐这里，让姐给你补补啊。蔡姐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放屁！谁会看上你这个穷屌丝啊？除非天上掉下来一个。真天上掉！我去，不，那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该不会碰瓷儿的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这有摄像头的啊。这是哪儿？我不是在云水城吗？我不想死。快，再给他熬一副药。大人，没有了。朝廷已经下令1日后封城，京都那边让我们赶紧撤离。大人，不要抛下我们！我不走，这里需要我。爹，女儿不小了。我身染瘟疫，公子莫要靠近。青天白日的，哪有瘟疫啊？请公子恕罪，我这就离开。你这是肺结核吧？都吐血了，还挺严重。肺结核？我还以为是什么绝症呢。没事，吃2片药就好了。等着啊。哎，给。公子切勿靠近，以免被我传染。真是麻烦。哦，好美啊！喝水。这也太好看了吧！你怎么如此无礼？我帮了你，你跟我说这种话，这……算了，你要不要躺会儿？我的病，没有人能够治好。我的胸口不疼了，呼吸也顺畅了。你是神医？神医算不上啊。陈慧，30块钱，支付宝、微信。神医，求您救救云水城10万百姓。不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来，起来！朝廷弃云水城百姓于不顾，请神医开恩，只要您肯赐药救人，福临愿为神医当牛做马。什么朝廷云水城啊？不是，姑娘，你脑子是不是真烧坏了？公子，小女子所言句句属实。看她的表情不像演啊，难道她真是从古代穿越过来的？这也太扯了吧！怎么救？若是神医，愿意赐神药，福临愿倾尽所有。你有钱吗？用你们古代话叫银子。银子？此乃家传宝玉，请神医笑纳。古董发财了。行吧，看你心系百姓，也算是功德一件，那我就答应你，成交。谢谢神医，谢谢神医。兄弟，你这只玉簪从哪儿来的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很值钱啊？何止是值钱，这是玉簪，是大千王朝宫廷玉造，只有王侯贵族才能拥有。你跟兄弟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把谁的墓给刨了？说什么呀？违法的事我可不干。你不要跟我废话，你就直接告诉我它值多少钱。我这么好的东西，你跟我说3万块钱，你真是……不，300万。100万？我
我1箱药才1万块钱啊，这直接就翻了300倍啊！也不知道他下次什么时候再来。要是再来的话，那我岂不是一夜暴富了？大人，超人找到你了。心怡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大人，我想好了，我要留下来陪你。您说的对，医者仁心。如果今天我走了，我这一生都不会安宁的。心怡，云水城的百姓有救了，这些是可以治疗他们的神药。神药？来，把这枚药吃了，吃下去你就会好起来的。崔大人，我不怕死，我只是担心我的妻子和孩子。如果我死了，他们娘俩可怎么活？放心吧，你不会死，赶紧把药吃了。你的妻子和孩子还在家等着你呢。好，我吃。我好像不咳嗽了。又起作用了，又起作用了。我的病好了，我不用死了。太好了！神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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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以为神药！崔大人！崔大人！崔大人！给他们每人发1枚。是大人。我也要给我也给我一枚。谢谢崔大人，谢谢。哎，我不咳嗽了，我也好了。这药真的有用，谢谢崔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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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生父母，谢谢崔大人，谢谢崔大人，谢谢谢谢。姐姐，可以也给我1枚吗？心怡，把药给我。姐姐，我是不是来晚了？要是二丫跑快点就好了。是二丫害死了娘亲。不是二丫的错，姐姐答应你，你的娘亲一定会没事的，我向你保证。真的吗？我们拉钩，谁骗人谁是小狗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心怡，你现在马上回去，把我所有的金银首饰全部拿过来。那女孩什么时候再来呀？你到底会不会来啊？你来了，神医，这些是我全部的钱了，您看看能买多少药？好多钱呢！神医，神医，这些应该可以买很多药了。你大概需要多少？1000箱。1000箱。没有1000箱的话，800箱也行，不能再少了。我们云水城还有很多人等着这个药呢。不是我不愿意给你啊，是因为我这存货也真没那么多，好像一共也就2箱。那怎么办？不行，这2箱实在太少了。神医，我求求你了，您再想想办法吧。再多的钱我都愿意付。哎，别！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哎呀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先拿着那2箱走，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找我，我尽量把药给你凑齐。多谢神医，神医的大恩大德，福临铭记在心。他对我笑了，他笑起来真的好好看，只能尝试联系一下药厂了。哟，郑哥来了，哎，坐。小齐啊，你今天找我来什么事儿啊？郑哥是这样，我呢想跟您订购1000箱治疗肺结核的药。多少？ 1000箱。齐老板，
你不是给我开玩笑吧？就三甲医院，1年也用不了1000箱。我记得你经营的是个小药店，你这是……至于这用途，您就不用管了，您就说能不能做吧。做肯定是能做，只不过这1000箱得半个月给你做好。半个月，稍微有点久。3天时间。什么？3天？你逗老子玩呢？3天时间我去哪儿给你整1000箱？你不想要就直说，浪费我这么长时间，真是晦气。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哦。哎呀，齐老板，您看这事儿整的，刚才是我太冲动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没事儿，我理解。嗨，咱们这么多年交情了。那你看这个时间，没问题。我现在就把其他订单都叫停，让所有生产线24小时全力生产您的订单，3天之内1箱不差给您送到。那就有劳张老板，等你的好消息了。娘，你快把这药吃了，这是仙女姐姐给我的神药，吃了之后你的病就没有了。崔大人，三娘，你先把药吃了。没用的，我已经快死了。啊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不要丢下二丫，二丫不舍得你。崔大人，我不怕死，可是我放心不下二丫，她才8岁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亲人。这个匣子，这个匣子里装着我所有的嫁妆，还请崔大人照顾一下二丫。三娘，你既然放心不下，为何不想自己留下来照顾她？只要吃了药就能好，你相信我，这个世界上是有奇迹的。二丫，快把药给我。二丫，快把药给我。三娘，感觉怎么样？肺里火辣辣的感觉一下就消失了，身体也轻了很多。太好了，那便是好了。世上竟有如此神丹妙药。谢谢仙女姐姐救了我阿娘，二丫愿意为你上刀山下火海。快起来，我哪里需要你一个小丫头为我上刀山下火海？这个每天饭后服用，1次1粒，最好用温水。好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谢大人。都给我让开！这些药我全都要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里的药只送不卖。不卖，全送给我不就好了？药全给你了，我们吃什么呀？就是啊，这太过分了吧？确定不卖？请你马上离开，我这里不欢迎你。好，那就别怪我抢了。上，把药给我抢过来！这女方抢了，这有失体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，在这云水城，我就是王法。你，小美人儿，我劝你就识相点儿，不要弄伤了你这如花似玉的脸，哥哥会伤心的。小美人儿，我劝你就识相点，不要弄伤了你这如花似玉的脸，哥哥会伤心的。给我打死这小娘们儿！刀！
不敢了，太棒了！让你欺负人！大人，不好了，大人，出事了！出城门！放我们出去！给杂家拦住他们，一个也别放！放我们出去！是。所有人不得再往前一步，否则杀无赦！你凭什么不让我们出去？封锁城门，里面有10万名众，吃什么喝什么？难不成你要全部饿死我们吗？饿死你们又如何？反正你们迟早是要病死的，不如早死，早解脱。父老乡亲们，你们都听到了吗？这群狗官根本不在乎我们的死活，不如拼出去，我们还有一线生机。我同意，他们只有几百官兵，而我们有10万百姓，就是一人一脚也能踏破这城门。踏破城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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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是要造反！弓箭手给我上，给杂家射死这群刁民！啊，不好，大家快跑！住手！崔大人，是崔大人。放下，放下，都放下！崔大人，您怎么还没走啊？其他御医都回京了，你也收拾收拾，随杂家回京吧。我不回。三府公公，是谁给你的权利，让你把武器指向平民？还有没有把人命放在眼里？有没有把当朝律法放在眼里？崔大人，您这说的什么话？分明是这些百姓要硬闯城门，我没办法才这样做的呀。而且杂家呀，奉的可是陛下的旨意，难不成崔大人要抗旨不成？陛下只是下旨封城，并没有让你滥杀无辜吧？崔大人，这城不能封啊！城封了，粮食运不进来，全城的百姓都会一起饿死的。什么？粮食也运送不进来？什么？粮食也运送不进来？你们究竟安的什么心？粮食不能送进来，城中百姓如何生存？这可是陛下亲自下的旨意，粮食若能进城，城门便不可能彻底封闭。只要有1人偷溜出城，瘟疫就会散播出去，到时候酿成大祸，谁来负责？无稽之谈！这城门左右不过6丈宽，若是有人严加看守，断不可有平民偷偷溜出去。不过是你们官兵怕感染，贪生怕死罢了。贪生怕死又如何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你这狗官，你不想让我活，你别想活！崔福陵，我看你爹是太医院院判的面子上才敬你3分，你不要不识好歹。我就不识好歹，你又当如何？那我就不再留情，直接把你杀了。然后我告诉你爹，你是死于瘟疫，把尸首扔给他，他还得感谢我呢。你休想！崔大人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你想杀他，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崔大人乃当世神医，是我们云水城的恩人，你想杀他，就先杀了我们。崔大人用神药救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，谁敢动他1分，我就跟谁拼命！保护崔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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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群蠢民！崔福陵给你们下了什么迷药？肺痨乃不治之症，天下没有任何人能治好他。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识。崔大人的医术，岂是你等小辈可以理解的？其实，你们的病不是我治好的。什么？崔大人？什么？崔大人？什么？看吧，我就说他是个骗子。崔大人，你莫不是糊涂了吧？明明就是你治好了我们大家都看到了。是啊，我们都看到了，都看到了。他都亲口承认了，你们居然还相信他，活该你们感染瘟疫。我只是说不是我治好的，我可没说他们的病没好。治好你们的是另一位神医，一位住在仙宫里的神医。神医？这前几日我同样身患瘟疫，绝望之际寻到一处无人的胡同，胡同里藏着一处神仙的居所，那里神奇无比，
非凡人所能想象，里面住着一位年轻的神医。神医看我可怜，便赐我神药，同时允许我用金银财宝换取神药。你们的药就是同那位神医换的。神仙，真的假的？这世上真的有大人不会骗我们吧？不会是骗我们的吧？真的假的？我就说嘛，这神药不似凡俗之物，果然如此啊！一派胡言！一派胡言！咱家活了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什么神仙神迹。凡是说自己见过神仙神迹的，无一不是江湖骗子。若我能拿出证据，你当如何？那我便禀明圣上，说你们得到神医庇护，不日便可消除瘟疫。求圣上再宽限几天，延后封城时间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大伙儿可都听见了。你别高兴得太早了。若你拿不出证据，你就任由咱家处置啊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跟三福公公的赌约，想必大家也都听到了。那就劳烦大家随我一同去做见证吧。好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相信你。走。就是这儿。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胡同吗？您说的神仙世家在哪呢？咱家怎么没有看到？喏，那墙上有一幅壁画，只要抬手触碰到它，它便会发光。门里面便是神仙的居所。哼，可笑！墙壁要是能发光，我就把墙吃了。这怎么样？现在你们相信了吧？这怎么样？现在你们相信了吧？可笑！墙壁能发光，你怕不是脑子进水了吧？这啥也没有啊！这啥也没有、啊。什么情？这怎么？你们怎么都这个表情啊？墙真的在发光，你们看不见吗？大人，这就是一堵普通的墙壁啊！难道这扇门只有我能看见？不是，怎么可能？崔大人，你就别在这装神弄鬼了，认输吧。要是您现在认输的话，说不定啊，我还能对您温柔一点啊。哎呦喂！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进不去了？这崔大人莫不是中邪了吧？怎么好端端的往墙上撞呢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崔大人，这是来人，把这个小给我摁住了，让他跪下。崔大人，这是怎么来人，把这个小给我摁住了，让他跪下。你们放开我家大人，放开！请看。你这小还敢瞪咱家？看咱家不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！齐老板，我给您送货来了。我去，不是才1天时间吗？这么快了？哦，这是先给您制作了一批，您不是着急要吗？剩下的还在生产。好，那这样吧，你们把他们呀都放到我们后面的仓库里面去吧。多谢了啊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哦，哎，崔姑娘是不是说他们云水城里面有10万人呢？那几箱药应该很快就用完了吧？那我要不要现在给他送点过去？可是要怎么送呢？哎，试试。我去，真的可行啊！看咱家不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！哎呦！
神，给我出来！别装神弄鬼！谁敢暗算咱弟？哎呦！是神医，一定是神医大人。我刚才亲眼看见这箱子是凭空出现的，难不成我眼花了？这世上真的有神仙，崔大人没骗咱们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呀。什么狗屁神仙，一定是你这个小跟别人串通好的。别以为这点小伎俩就能吓唬住我，看咱家今天非教训你们不可！哎呦！哟，你这小脸长得真不错，你就用这张脸俘获这群人的吧。看我今天把它刮花了，你以后还怎么俘获人心？不要！哎呦喂！谁？又是谁？鬼呀！神仙显灵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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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求神医眷顾云水城，还百姓一方安宁。求神医眷顾云水城。神仙饶命！神仙饶命！小人无意冒犯，你大人千万别记小人过呀！神仙饶命！哎呦！哎呦！你们两个蠢货，还不快快放开崔大人！崔大人，崔大人，您没事吧？哎呦，咱家呀就觉得你长得跟仙女似的，一看就跟普通人不一样，原来是个神使啊！云水城有您啊，真是咱们的福气。诸位，虽说药是神医赐下的，但没有崔大人在，咱们也得不到神医的眷顾啊！崔大人在上，请受草民一拜。崔大人在上，请受草民一拜。不必如此多礼，大家快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谢谢崔大人，谢谢崔大人，崔大人，谢谢崔大人。地上这些是神医赐下来的神药，别耽搁了，大家赶紧把这些药分发给那些病人吧。好，走。崔大人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我跟厉统领一定万死不辞。崔大人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我跟厉统领一定万死不辞。我可不需要你们的万死不辞，我只需要你们回京的时候启禀圣上，就说云水城的瘟疫不日便能解决，求他再宽限一些时日。啊，是，您放心，我回去啊一定如实禀告陛下。消失了，墙壁里竟然真的藏着神仙居所！可恶，凭什么神迹不发生在我身上？哎呦，总算是搬完喽。神医，福林绝对无意冒犯您，还请您恕罪。哎，别！你女孩子家怎么老喜欢给人下跪啊你？以后在我面前不准跪。福林，遵命。还有，我有名字的，不要再叫我神医，我叫齐觉明。这怎么行？神医就是神医。算了，跟着古代人说不明白。来，坐，我跟你好好科普一下啊。这个呢，是我们华夏历史朝代的演变图。这是你们前朝在1000年前呢
就已经覆灭了。现在是2025年，所以你穿越了1000年。1000年后，1000年后，没错，在这1000年的时间里啊，我国的药物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发展，什么绝症啊、传染病啊，都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了。而你说的那些神药啊，也只不过就是我们这里很普通的药物啊。我呢，也只是这个药店里的一个普通的老板。原来如此，但是还是要谢谢你，多亏了你的药，您还是我们云水城的大恩人。也没有那么好了，嘿嘿。把药卖给你，我能赚上100倍的利润，傻子才不赚这钱呢。那现在呢，你也了解我了，我是不是也应该了解一下你啊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现在在朝的是哪个皇帝啊？然后云水城为什么会发生瘟疫呢？小女姓崔，名福林，是四药司的一名女医。如今当朝的是德孝皇帝。德孝14年秋，南方洪水频发，当属云水城受灾最为严重。洪水过后，城中的百姓便出现了咳嗽、发热的症状，后来发病的人越来越多，逐渐就演变成了瘟疫。哦，怪不得呢，洪水之后是很容易爆发瘟疫的。哎，那你们云水城现在怎么样了？那还得谢谢神医，多亏了您赐的神药。城中的百姓们吃了药以后都逐渐好转了，相信这瘟疫很快就能过去了。那就好。那个神医，我就先走了。云水城事务繁多，我下次再来感谢你。怎么走那么急啊？你就不打算留下来一起吃个午饭吗？女孩子的手是嫩啊，别说放我身上还有种过电的感觉呢。云水城是1000年以前的，那我直接上网帮他们查1000年前云水城的情况，不就解决问题了？云水城，大前王朝重要都城，公元1025年。云水城爆发天花病毒，德孝皇帝下令火烧城池，自此云水城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。不是肺痨吗？怎么变成天花了？大人，您回来了。城中现在情况如何？您放心好了，这次药物的数量足够发给城内所有病人。云水城的情况马上就能恢复正常了。好，这个太好了。崔大人，求您救救三娘和二丫，他们染上天花，要被人烧死了。什么？三娘，快把二丫交出来！她得了天花，你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吗？放手！二丫是我的命根子，我不允许你们任何人伤害她。三娘，你糊涂呀！二丫活不了多久了。可是二丫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！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烧死她，要烧把我们娘俩一起烧死吧！二丫别怕，娘亲陪着你呢。二丫不要，二丫要娘亲活着。好啊，这可是你们2个亲口说的，今天我就送你们娘俩去地府相聚。住手！三娘，你们没事吧？哎呀，崔大人来了！崔大人来了！崔大人来了就好了。你们怎么这么恶毒？居然要烧死一对孤儿寡母！我恶毒？他得了天花，你想全城人给他陪葬吗？崔大人，你给大家评评理，以往都是这样做的，我有错吗？是，这小丫头是可怜，我们就不无辜了。是啊，就是啊。大家稍安勿躁，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，但是你们换位思考一下，说是你们自己得了天花，你们愿意被人烧死吗？这我才不管那么多呢，反正我不想被传染，今天必须烧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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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烧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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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听我说，天花的传染性极强，按照这么近的距离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们所有人都已经被传染了天花。什么？怎么办？那怎么办呢？这做怎么办？都怪这个不值钱的小丫头！今天无论如何必须烧死她！行了，当务之急是治好我们的病。崔大人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求您救救我们吧！想让我救你们，可以，但你们必须得听我的。您放心，只要能活命，我们什么都答应。是啊。好，那你们现在就各回各家，期间不要与人接触，不要与人近距离交谈。之后听我的吩咐，不要做任何其他多余的事情。好，我们都听你的，我这就回家。哎呀，走。走。崔大人，您救了我，也救了二丫，三娘无以为报，愿给您当牛做马。崔大人，您救了我，也救了二丫，三娘无以为报，愿给您当牛做马。起来，这些事情之后再说，当务之急是先救你女儿的命。我立刻去求助神医。二丫，没事的，姐姐去找神医救你，你回去乖乖睡一觉就没事了啊。谢谢姐姐，二丫一定好好睡觉。真乖。心怡，我去找神医，这里就先交给你了。大人您放心，这里有我。这也没什么事儿啊，都是那姓崔的骗我。这也没什么事儿啊，都是那姓崔的骗我。哼，哎嘿嘿，找点乐子去。嘿嘿，不是费老吗？怎么变天花了？这天花不得了啊！这天花可是让欧洲中世纪死亡1.5亿的高危病毒啊！这别说古代了，这一个城市，这半个国家都得覆灭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找办法阻止。喂，张老板，你那里有没有牛痘疫苗？我有多少我都要，你现在能不能立刻马上给我送过来？什么牛痘疫苗？对，齐老板，你确定没说错吗？这疫苗可是治疗天花的，而且这病毒早就灭绝了，人用的没多少，兽用的你要不要？谁要兽用的？我要人用的，立刻现在马上！你能不能把它送过来？哎呦，老板大气啊！您放心，只要钱到位，什么都不是问题。我有同学在防疫站，我现在就联系他给你借来。行，你赶紧的啊，这人命关天。得赶紧告诉福林啊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再过来。神医，我那有人得天花了。神医，您都已经知道了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天花能治吗？你先别着急，我已经找人把治疗天花的东西给寄过来了，就稍微再等一等就可以了。多谢神医，多谢神医。稍等。喂。哎呀，老板，运送的这半路遇到了个碰瓷儿的，现在走不了了。你要不再派一辆车过来呢？你现在人在哪里？给我报位置。哎，知道了。你在店里等我，我去马上回来啊。这几天呢，城里感染肺痨的人呢越来越少，这还真的感谢一下那位崔大人呐。那位崔大人真是不得了，他是天上的神医派下来的神使，来拯救我们大家的神迹。呸！狗屁的神使，他就是个半吊子郎中。呸！狗屁的神使，他就是个半吊子郎中。张兄何来此言呢？昨天我邻居家的那个赔钱货感染了天花。什么天花？哎，你们听我说完。本来啊，我们计划一把火烧掉那个赔钱货的，结果呢，被那个姓崔的阻止了。他还说我们都感染了天花。我呸！老子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哼！这天花！我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你们这么看我干嘛？天花是天花？怎么可能？我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染上天花了？
不好，他病发了。张三，崔大人不是让你待在家里吗？你出来干什么？我以为我没什么事儿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不想死啊！你不要过来啊！你离我们远点儿！你好啊，亏我把你们两个当兄弟，现在就因为我感染了天花，竟然如此对我，我算是把你们两个看透了。谁跟你是兄弟？自己得了天花自己去死吧，别来祸害我们！要死一起死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不行，不能让他出这个门呐！怎么回事？神医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呀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这撞了我的腿，还想肇事逃逸？大爷，我停车的时候离你还有1米远，我怎么可能撞到你呢？不行，赔钱！我还有急事，你这不是明显讹人吗？这老头怎么还讹人呢？现在可不行这套了。也不一定吧，我看他穿的还行，应该不至于故意讹人吧？齐老板，怎么回事？可算来了，我实在没办法才给你打的电话，他讹人。你能解决吗？我等交警来了再处理吧，我不能耽误你的事儿。你的药在后备箱，你去后备箱拿吧。我在这儿等一会儿。你要实在解决不了，你给我打电话。行，我忙完就回来帮你。哎，好，没问题。你不准走！既然你是老板，那你肯定很有钱吧？不如你替你朋友赔这个钱，我不要多，10万块就行。还敢骂我？这到底是不是故意讹人啊？不给钱，你别想走！这老头真不像话！你还敢骂我？赔钱，不准走！松手！赔钱！这么多针管，你俩不是吸毒的吧？是啊，犯罪分子啊！抓住他！别让他跑了！抓住！我不是吸毒的，我不是吸毒的，我不是吸毒的！抓住他呀！这都过去2个时辰了，这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希望云水城一切还好，没有出什么大事。要死一起死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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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，不能让他出这个门呐！救命啊！看我的！别过来啊！搞定！总算安生了，现在就等崔大人回来了。不好了，云水城爆发天花瘟疫了！快，什么情况？不好了，云水城爆发天花瘟疫了！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大家都别活！死吧，下地狱吧，死吧，谁都别活了！完了，完了！不好，不好，已经开始发病了。哎呀，警察同志，我真有急事吗？你能不能先放我走嘛？不行，再急也要等毒检结果出来才行。哎，我有人命关天的大事。哎，怎么还有人命的事儿？人命？你说说。我赶着去阻止一场古代的瘟疫，这说出来你也不信呢。我老婆怀孕了，要产假，我是不是得去门口等她？毒检结果没问题。行，那你可以离开了。哦，谢谢啊。恭喜啊，你要当爸爸了。福灵，我回来了。福灵，福灵，你没事吧？你坚持一下，我马上给你接种疫苗。
神医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了。神医，你把药带回来了，太好了，我可以回去救助百姓们。别，这不是药，这个是注射液和针管。针管和注射液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叫注射液，这个叫针管。我现在给了你，你也不会用，要不我教你吧？就是用这个针把这个注射液打破以后呢，从里面扎进去，然后用这个长杆吸出来，抽完液体后就把针头插进肉里，把袖子拎起来。不好意思啊，就打到这儿，扎进去，然后缓慢按下长杆就可以了。学会了吗？我懂了。不能挠，娘，我痒。不能挠，菜抓皮肤都抓烂了，娘给擦擦啊，擦擦就不痒了啊，娘给擦擦。娘，你是不是哭了？娘没哭，娘好好的。对不起，娘，是二丫连累了你。傻孩子，说什么胡话呢？你怎么会连累娘呢？要是没有你啊，娘在这个世上恐怕都活不下去。三娘，二丫的病有救了，崔大人把治疗天花的东西带回来了。你说真的？千真万确，这个东西叫疫苗，只要把里面的水打到身体里，病很快就能好了。那你快给二丫治一下。我先给二丫打，然后再给你打，二丫不怕啊。怎么样？好了，二丫脸上好了。娘，我不痒了。哎呦，真是天神菩萨保佑啊，神医保佑。总算是把疫苗给打完了，都累死了。但是那数量还是不够，城中还有大部分人都还没注射疫苗。明天我还得再去沈医那一趟。啊！哎呀，大人你够辛苦了，你就别老想这些事儿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你也挺累的，回去睡觉吧。等等，大人，我还有个东西要给你，等我。哎，这里面呢是一些金银珠宝。你上次不是说神医的药需要用金银换取吗？那这钱肯定不能让你一个人出啊，这些都是大家主动筹集交给我的，您就收下吧。替我谢谢大家。那你快回去休息吧，天色都不早了。大人，该起床了。王二狗和张屠户他们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不好了，大人不见了！我这是在哪儿？厉飞羽，怎么是你？你要做什么？崔大人，别紧张，我只是请你来做客而已，不会对你做什么。过几天，我一定会安然无恙的把你送回去。什么？你现在就放我出去？
城中那么多百姓，还等着我回去救他们呢。不过是一群贱民，死了又如何？何必崔大人劳心伤神？我再告诉你一遍，现在就放我出去，否则我就去禀告圣上，让他革了你的职。那你也得有命告状啊！实话告诉你，我就是故意的。要怪就怪你爹在朝堂上得罪了人。既然云水城的情况已经控制住了，那我看就不必封城了吧。陛下，还有一件大喜事啊！云水城中出现神迹，神医降下仙药，拯救了全城百姓，全赖陛下您的功劳。往后我们大前王朝必将更加繁荣昌盛，长盛不衰呀！哦，当真有此事？奴才绝不敢欺瞒陛下，奴才和厉统领都亲眼看见了，还有10几位侍卫也亲眼见证。这事儿啊，已经在云水城传开了。的确如此，陛下。好，好啊，天佑我大前朝啊！两位爱卿需要什么奖赏，尽管提。能让陛下开心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赏赐了。而且这次最大的功臣不是我们，而是崔御医的女儿崔福令，崔大人。哦，他做了什么？云水城中只有崔大人能与神医联系。我是想，崔大人不顾生命危险救助百姓的行为感动了神医，因此神医啊才赐下了神药。崔御医，你女儿不错呀，有你的风范呀！啊，多谢陛下夸奖，小女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。爱卿不必谦虚，等你女儿回京，朕要大大的奖赏她啊！谢皇上。不好，绝不能让崔文正的女儿得宠，否则太医院院长之职绝对会落在崔文正身上。厉统领，厉统领，请稍等一下。上官大人，何事啊？厉统领，不知您可有兴趣和我做个交易？只要您帮我阻止了崔福陵，我可以在尚书大人那里举荐你为6品校尉。此话当真？没有半句虚言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，那就恭候厉统领的好消息了。崔福陵不过是一个普通人，只要阻止他前往胡同，他就不能从神医那里拿到药。我看他还怎么拯救世人。饶你命！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这云水城是怎么变得生灵涂炭的！厉飞宇，厉飞宇，厉飞宇，你回来！厉飞宇，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秦大夫，秦大夫，秦大夫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快带上！啊，已经有上万人都感染天花了，怎么办？就算有10万人全感染了天花，我们又能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办法。秦大夫，你也别太灰心，说不定崔大人就是去找神医去了，等一段时间他就会回来救我们。我也希望啊。可是大人他已经消失3天了，往常他去找神医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过，而且他失踪的那天，地上散落的全都是金银珠宝。别让我知道这事是谁干的，否则我一定把他碎尸八段。大夫，大夫，我知错了，救救我！我不想死啊，大夫。你再坚持一下，你再坚持一下。
怎么样？崔大人找到了吗？没有找到崔大人。你的脸怎么那么多淤青啊？啊？什么淤青？你的脸，他得了黑天花。啊，黑天花！他怎么了？他得的是黑天花。黑天花是天花里面最严重的一种，患病的人皮肤会出现大量淤青，然后浑身开始出血。最重要的是，得了黑天花的人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的。什么？张兄，告诉我妻子，我不能陪她到白头了。这张手帕是我们的定情信物，你交给他。张兄，你会没事的啊！嫂子还等你回来，跟他白头到老呢啊！张兄，大人，你快回来吧！听说城中感染天花的人已经超过了3万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可怎么办呀？怕什么？我们在厉统领府上，不会有事的。过2天，厉统领就带我们回京了。神医大人，如果你能听到我的祈祷，就救救我，救救我们云水城吧。3天时间了，福灵怎么一次都没有露面啊？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还是说他觉得我没用了，不想再利用我了？欢迎光临，买点什么？哟，你要干嘛？我告诉你，你别过来啊！你过来我报警了啊！3天前我妈在你这里买了速效救心丸，结果她刚吃下就死了。你个奸商！速效救心丸也不是万能的呀！我换句话说，你妈死了关我屁事啊！你闭嘴！你个你别过来啊！神医，我杀了！神医，还好你来了，我差点死了个屁的了。女孩子的身体真的好软，好想多抱一会儿。神医，你怎么那么长时间才来啊？神医，这说来话长，你还有没有疫苗？云水城的瘟疫又大肆蔓延了。哦，有啊，在那儿呢。多谢神医。我帮你一起搬吧。张兄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已经让人去叫嫂子和孩子了，你起码坚持到见他们最后一面啊！张兄，崔大人回来了！快，我去拿疫苗。太好了，你有救了！崔大人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再不回来就见不到我们了。崔大人，给我1支疫苗吧，我的孩子快坚持不住了。我也要，给我一支！大家别抢，每个人都有份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。大人，快给我一份，张飞又要坚持不住了。快去！给我一支，我也来一支吧。大家别着急。报！云水城爆发天花瘟疫，城中感染人数已接近5万。瘟疫以云水城为中心，正在不断向外扩散。城郊已发现1名感染者。你说什么？陛下息怒！瘟疫都要传到皇宫里来了，你们叫朕怎么息怒？你不是说云水城的瘟疫已经被控制住了吗？现在又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
奴才不知道啊，奴才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呀，陛下。太好了，计划起作用了，云水城竟然爆发了天花，真是天助我也！陛下，臣以为当务之急是阻止瘟疫蔓延。那你说怎么做？臣以为应当放火烧城。啊！烧城？陛下，不可呀！云水城有活生生10万条性命啊！若放火烧城，天下百姓必定寒心呐！陛下，放火烧城未免太过残忍。是啊，而且容易落人口舌。我看让他们自生自灭比较好。是啊，陛下。是啊，陛下。是啊。陛下，为人君者不可心软。瘟疫已经蔓延到京城了，若您一时心软，放过了云水城的百姓，瘟疫可不会放过天下人。请陛下三思。陛下，放火烧死自己的百姓，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奇闻。您难道想被后人诟病，成为人人口诛笔伐的暴君吗？陛下，你竟敢说朕是暴君！如若陛下坚持这么做，那您就是暴君。好啊，那朕这个暴君就当定了，传令下去，3日之内火烧云水城。陛下，求陛下收回成命，那样会激起民愤，酿成大祸呀！陛下，崔御医，我看你是真的老糊涂了吧？崔元正当朝冒犯龙颜，押入天牢，择日问斩。老东西跟我斗！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他怎么样了？张屠户去了。相公，你醒醒啊，相公！爹，相公你醒醒！爹，相公你醒醒啊！爹。人呢？人去哪了？你们连人都看不住吗？奴婢不知道啊，昨天晚上送饭的时候，他还在这里。奴婢发誓，绝对没有任何人打开过这扇门。放屁！门都没开过，难道他会自己消失吗？2个贱婢，连人都看不住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统领，陛下急令，说，陛下有令，3日之内火烧云水城。好，太好了，崔福陵，你逃了又能怎么样？现在连陛下都站在我这边。传我命令，召集所有兵马，今夜我要让这云水城变成一片汪洋火海。是。云水城的结局怎么还是没有变啊？哟，你来了。神医，这是给你的报酬。哦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，这，谢谢了。你给我的报酬，我很满意。哟，你哭什么呀？我回去晚了。我回去的时候，张屠户他已经死了。要是我早点回去的话，他们就不会死了。哎，那又不是你害的，又不是你害的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！别哭了，啊！
哭出来会好受点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是我情绪失控了。没事儿，人之常情嘛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。什么？陛下要火烧云水城？什么？陛下要火烧云水城？这城中还有1城的百姓呢！不行，我要回去阻止他。希望他能阻止这一场灾祸。都给我听好了，这一次的行动是皇上的密令，谁也不准走漏风声。一会儿你们放完火，立刻回来集合，然后我们关上城门回京。都听懂了吗？明白。好，现在开始行动。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？大人，你看，外面有人来了。想要烧城，先过了我们这关。对，没错，先过了我们这关。你怎么知道？谁走漏的风声？想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李飞宇，你丧尽天良，失败乃命中注定。李飞宇，你丧尽天良，失败乃命中注定。我丧尽天良？我奉的可是圣上的旨意，你们这群人是在违反圣旨，犯了诛九族的滔天大罪。诛九族又如何？不反抗，我们还不是要死全族？是那狗皇帝逼我们上梁山。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我大明今天绝不做缩头乌龟，一定要宰了你这狗贼！你们这是要造反！厉大人，我们大可不必闹得如此僵硬。我相信陛下出此之策，实属无奈之举。这样吧，您不妨缓上一缓，待我向圣上禀告情况以后，我们再说如何？是谁告诉你我怕你们的？不过是一群虾兵蟹将。崔福陵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父亲因为阻止圣上，已经被押入大牢，马上就要被砍头了。已经被押入大牢，马上就要被砍头了。大人，你一定要冷静。没事儿，只要云水城不出事儿，陛下一定会放了我爹的。你觉得我会给你这个机会吗？谁都别想拦我的路！兄弟们，都给我上！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！父老乡亲们，给我干他们！厉头领，刀下留人，刀下留人呐！哎呦！别管他，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京中陛下重病，急召崔大人回京。你说什么？不错，刀工有进步啊！谢谢师傅。老鼠！你是怎么做事的？御膳房里竟然出现了老鼠！陛下娘娘若是吃出了什么问题，你有8个脑袋也不够砍。对不起，师傅，我下次一定注意，我马上去抓那只老鼠。二郎，陛下别怕，臣妾给您多盖几床被子，就不冷了。热，好热！一群庸医，你们再治不好陛下，本宫就把你们全都砍了！哎呦！让你们治病都哑巴了吗？娘娘，陛下所得之病名为大头瘟，此病主要通过老鼠传播，极为凶险，暂时无法医治。这治不好，那治不好，留着你们有什么用？来人呐，把他们全都给我拖出去斩了！来人呐，把他们全都给我拖出去斩了！饶命！上次朝堂过后，陛下就厌弃了我。要是能抓住这次机会，不仅能翻身，说不定还能当上大内第1总管。娘娘，奴才有办法。你说真的？奴才认为，如今身在云水城的崔大人定能救治好陛下的病。如今只要召崔大人回京，就能救。不可！
崔福陵不过一介女流之辈，他行医未达5年，我等老臣都治不好的病，他怎么能治得好？上官大人，您说这话未免有失偏颇吧？天纵之才，怎可用世俗眼光去看待？就好比那扁鹊，年少时便已成名。哼，他崔福陵何德何能，敢与扁鹊齐名？若他真有扁鹊之才，云水城何至于落到如今地步？娘娘，奴才得到最新消息，云水城的天花病已经被崔大人控制住了，且许多患病的患者都已经痊愈。崔大人既然能治好天花，那这大头瘟也不在话下呀。当真如此？奴才愿意向上人头担保，所言绝无一丝虚假呀！你个狗奴才！你闭嘴！好，本宫就信你一次。如果他崔福陵能够治好皇上，那他要什么，本宫都答应他。遵命，奴才这就去请崔大人回京。崔大人，跟随咱家回京吧。想让我救治陛下可以，我有3个条件。哎呦，我的小姑奶啊，你只要治好陛下的病，别说3个，100个都可以。行，我的第1个条件就是请陛下收回火烧云水城的决定。第2个条件，放了我爹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还有一个要求呢？这第3个条件吗？厉飞羽心狠手辣，为了一己私欲，竟将我关入柴房，阻止我救治百姓。我要陛下革了他的职。刘公公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这是污蔑，我根本没做过这样事儿。厉统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回京亲自给陛下解释吧。带走。回京亲自给陛下解释吧。带走。带走。走。冤枉啊！我冤枉啊！冤枉！冤枉！崔大人，你看这下可以跟我回去了吧？陛下得的什么病？大头瘟。什么？你该不会没有把握吧？我可是在皇后娘娘那儿又向上人头担保了呀。这个我得问过神医以后才能给你答复。哎呦，那你赶快去吧。好。你一定尽快啊！我3日之内必须回城答复。小琪呀，姐姐来看看你。蔡姐，你怎么来了呀？这方醋不是都交给你了吗？哎呦，你这药店的情况啊，我是最了解的。这一下能出30万，你不会为了交房租去借高利贷了吧？哎呀，蔡姐，您多虑了，我怎么可能借高利贷呢？这些钱啊，都是我卖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。小琪，你就别骗我了。我知道你自尊心强，但姐是真的喜欢你啊！哎呦，看见姐的大钻戒了吗？300万买的，那送给你。300万。哎呦，你收了姐的礼物，就是姐的人了，让姐亲一口啊！来，让姐亲一口啊！原来神医已经有爱人了，一直是我在痴心妄想。来！哎呦！不，你误会了，你看错了。他是谁啊？她是我的女朋友。你竟然有女朋友？没错。哎呦！而且我们的感情非常好。齐学明，我劝你啊，考虑清楚。你跟着我，这下半辈子无忧无虑。
你跟着他，这辈子算是完了。谢谢蔡姐您的祝福，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好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好得很。我希望你呀，一直都那么有骨气。我等着你没钱下跪求我的那一天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只是权宜之计，我不是故意要亲你的。神医既然不是真心，那为何要轻薄于我？难道在神医眼中，我是一个如此随便的女子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大不了我对你负责嘛。神医对我既无男女之情，便不必强迫自己。福临此生只嫁于自己心仪之人。他若不愿，福临愿意剃度出家，常伴青灯古佛。别！我错了！我刚刚说的那话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放开我！我也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你不是在安慰我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从来都不会为难我自己的。你那么善良、美丽、聪明大方，怎么可能不喜欢你嘛？那我们要不就在一起吧？等等，我还要去救我爹呢。你爹怎么了？陛下下令要火烧云水城，我爹因此在朝堂上顶撞了陛下，被关进了大牢里。啊？那怎么办？云水城的百姓准备鱼死网破的时候，三福公公及时赶到。他说陛下得了大头瘟，若是我能治好陛下，便能收回成命，把我爹放了。大头瘟？大头瘟是什么病？这病连你都没有听说过吗？那我爹……没有，我还是听说过的吧，可能古代和现代的叫法不太一样。他现在有什么症状吗？得了大头瘟的人，身体会发青紫色，身体时冷时热，呼吸困难，咳血，居住的地方经常有老鼠出没。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不是，你们城里是不是招瘟神了呀？怎么老是遇到这种天灾级别的瘟疫呢？什么？瘟神？没有，我就是随便举个例子。瘟神是不存在的，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。那这个病能治吗？当然可以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有研究出来对付鼠疫的抗生素。正好我们店里有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现在去拿。找到了，这个呀，你到时候给皇上吃就行了。不过鼠疫这件事儿，传染性非常强，我估计病例不止他一个。你要是有需要，随时来店里找我。哦，对了，你们那里的老鼠也该治一治了。都听神医的。还叫神医呀？我们俩现在不是都已经是恋人关系了吗？是不是应该换一个称呼啊？夫君。夫君，那实在太早了。叫名字吧。学名。爽。决明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。
都等了20多年了，我竟然有女朋友了！哈哈哈。这抗生素我可以找王经理买，但这老鼠药出去买不就行了？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哎呦，崔大人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等得起，陛下可等不起呀！这才过去多久，急什么？哎呀，哎呦，哪来这么多老鼠？哎呦，不好，云水城已经出现大头瘟了。咱云水城的命怎么这么苦？刚送走了天花，又来了个大头瘟，这世道没法活了。哎，崔大人回来了！哎呦，崔大人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我们等您等的花儿都谢了。这就是治疗大头瘟的神药吧？只此一瓶，大人您可得拿好了，我爹的性命可就靠这个了。我爹的性命可就靠这个了。哎呀，您就放心吧，咱家不在乎崔姨的性命，还能不在乎自己的吗？大人，云水城恐怕已经出现大头瘟了，刚才已经有一群老鼠过去了。放心吧，神医早就预料到了，明日我再去一趟。好。哎呦，神医保佑，神医保佑！娘娘，药来了。喝药？喝什么药？喝了这么多药，陛下不见一点好，病情反而越来越严重。本宫真应该砍了你的脑袋！娘娘息怒，娘娘息怒。禀皇后娘娘，三福公公回来了。三福公公回来了。娘娘，奴才不负娘娘所托，将神药给您带来了。这就是你说的神药？千真万确，奴才从崔大人手中亲手拿过来，途中从未经授他人。娘娘，且慢！如果皇上吃了这个药而出了问题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娘娘，奴才愿以身试药。你这奴才倒是忠心，如果皇帝好了，本宫记你大功一件。这都是奴才应该做的。娘娘，3炷香时间已到。陛下，你醒了？这是怎么了？陛下，你染上了大头瘟，昏迷了很多天，多亏了三福公公远赴云水城将神药带回来，您才醒过来。三福，你有心了，就这一命，朕封你为掌印太监，如何？朕封你为掌印太监，如何？多谢陛下。陛下，奴才还有一事。说。无论是云水城还是神药，那都是崔大人的功劳。可厉统领为了一己私欲，把崔大人关进了柴房，差点害死一城百姓，也差点害死陛下您呢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？把厉飞羽给朕带上来。厉飞羽，你枉费朕对你的一番信任，敢暗害宫中女医，朕要把你五马分尸。陛下，求您再给臣一次机会，臣愿意弥补过失。陛下，把他带下去。陛下，臣知道神医的事情。等等。陛下，臣知道神医的事情。等等。不好，我已经得罪了厉飞羽，绝对不能让他活下来。你知道
神医的什么事情？陛下，微臣知道的事儿不方便让他人知道，烦请陛下惊退他人。陛下，您不能相信他，万一他中途要谋害您呢？陛下，臣知道的秘密是天下人都会心动的事儿，您若不相信，一定会后悔。陛下，你可不……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没想到这丽妃玉还有后手，她这次若活下来，我和崔大人就有麻烦了。现在你可以说了吧？陛下，您肯定知道，这几次的瘟疫都是绝症，可神医的药竟然能治半城的百姓，这简直是奇迹啊！陛下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陛下，既然神医的药这么神奇，您说它会不会有长生不老之药？你有信心为朕拿到此药？臣愿为陛下肝脑涂地。老板有老鼠药没？有，1袋5块，1瓶50，你要哪种？那就先来5万袋吧。多少？5万袋。5万？你要给黄河下毒药吗？要这么多？老板，搞批发喽，有的卖没得卖。哎，齐觉明，这么多年不见，现在开始卖老鼠药了。马志胜，哼，老同学，混得那么差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现在可是3甲医院的主治医师，给你在我们医院安排一个保洁的活儿，肯定没问题。把你脏手从我身上拿开！你当年撬我墙角的事儿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还好意思出现在我面前？哼，不识好歹！撬你墙角怎么了？还不是你家里穷。再说了，你混得那么差，就证明微月当时的选择是对的。至上，我在外面看见了一辆限量版的保时捷，我查了一下，光我售价2000多万呢，不知道是哪个有钱人的。这是齐觉明？是，就是他。他现在混的卖老鼠药了。齐觉明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没出息。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年没见，你们这对渣男贱女竟然还在一起。你骂谁呢？谁应声我骂谁。还有，卖老鼠药怎么了？别狗眼看人低，卖老鼠药也能发大财，对吧，老板？卖老鼠药也能发大财，对吧，老板？是，这位老板刚才在我这儿要了25万的货。不可能，他这穷酸样能一下拿那么多钱？哼，钱马上到账。到账25万元。3天之后我来拿货，没问题吧，老板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行了，我要走了。拜拜喽！这是保时捷的车钥匙。看到你们俩过得这么惨，我就放心了。不可能，一定是假的！不可能，肯定是租的。觉明，不在吗？觉明，怎么回事？不在吗？老板，来个避孕套。哟，是个美女，美女一个人啊。老板不在，你可以离开了。一个人多寂寞，陪哥哥一起玩玩啊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再靠近，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。还是个小辣椒，哥哥可太喜欢了。哎呦，好爽！这边也来一下，这边也打我一下，打呀！你打呀！打我！打我呀！打我！你别乱来！你继续打！继续打呀！你继续打！干嘛呢你？给我住手！
那个，这是个意外。哦，你个臭娘们儿，你敢打我你！这还是意外吗？是，这也是个意外。还不赶紧滚！我滚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那个，我平常不是这么暴力的。嗨，没事儿。你有保护自己的能力，我很高兴。而且，你还可以保护我。哦，对了，你爹怎么样了？我爹已经没事了，陛下已经把他放出来了，还要给他升官呢。哦，今天来是为了鼠疫的事情吗？刚好，这老鼠药和抗生素都到了，一会儿我帮你搬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呢就是老鼠药，人是绝对不能吃的，会被毒死的。每次呢，你就取大概1/5的量，放在老鼠出没的地方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把这个老鼠，也就是说，终于搬完了。崔大人，好久不见。厉飞宇，你没事儿？你又想干什么？崔大人，不如我们合作吧。你给我一颗丹药，这样我能保你享尽的荣华富贵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有那种丹药。别装了，一枚长生不老药而已。这丹药可是陛下要的，你最好说实话。陛下，陛下，就算陛下要我也没办法，我没有这种丹药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你跟神仙那么熟，要几个丹药又能怎么样？崔大人，如果你不喜欢金银财宝，我可以让陛下寻得最珍贵的草药和书籍，到时候你想救谁的命就救谁的命。厉飞宇，你发什么疯？说了没有，你杀了我也没有。崔大人有骨气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这个瓶子里面是给人吃的，这个袋子里是药老鼠的，记住，千万别弄反了。好，谢谢崔大人，谢谢。这儿挺热闹啊，我没有打扰到你们吧？站住，不准靠近崔大人。别紧张，我呢是来宣布一个好消息的。诸位都竖起耳朵仔细听清楚了，我来宣布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那就是崔福陵手中有能让人长生不老的神药。神药？你胡说！我根本就没有这种神药！你们别信他！我要神药！我要长生不老！这不是神话故事吗？世上真有这种丹药！崔大人已经拿出了那么多回神药，这回肯定也是真的。那这回的神药是每个人都有份吗？神药只有100枚，先到先得。哎呀，什么100枚？100枚啊？那岂不是很多人都没有？崔大人，给我1枚神药吧，我就要1枚。我也要啊！大人，我也要神药。给我1枚神药吧，给我1枚吧。我也要！你们不要相信他的话，根本没有这种神药，你们别信他。大人，我们先撤吧，这群人已经疯了，根本不会相信您说的话的。哎，谁的长生不老药掉了呀？哎呦，在这儿呢！在哪里呢？我要！给我的！我要！给我！大人快跑！大人快走！大人，他们跑了怎么办？放心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等他们被民众闹得受不了了，自然会把药交出来的。兄弟，我最近听人说崔大人得了长生不老药，是不是真的？这我哪知道啊？我也是刚听说。要我说呀，这事儿他就真不了。那长生不老药啊，那可是神仙都难求的呀。说的也是。哎，你们别不信，我今天上午亲耳听到的。啊？哦，此言当真？当然是真的。他说的不对。
当然是真的。他说的不对，这件事是一个男人说的。我听到崔大人一直在喊，根本没有这种丹药。你放屁！我怎么没听到崔大人喊？而且我亲眼看到崔大人身边的人丢了一颗神药，一群人还在哄抢呢。哎，那根本不是什么神药，就是一颗破石头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长生不老药就是真的。我看你就是被长生不老药迷昏头了。哎呀，算了，都不容易。就算有，也轮不到你。可以了，哎呀，都不容易。长生不老药在哪儿呢？会不会在他枕头下面？哎呦！你快把长生不老药交出来，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好啊，那你过来一点，我把药给你。真的？哎呀！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这人是谁？不用管了，把这个人丢出去。是。起来！哎呀！崔大人，给我一枚长生不老药吧，我愿意出黄金100两。崔大人，我儿貌若潘安，宛如宋玉，追他的姑娘啊，从这儿排到了京城，我愿意把她送给您，给您暖被窝。呸！不要脸！崔大人，我也把我自己送给你暖被窝。我也愿意。大人，你不上吗？闹吧，闹得越大越好。我要看看崔福灵到底怎么收场。大人，他们就这么喊，对崔福灵也没造成什么伤害啊。他真的会把神药交出来吗？你还是太年轻了，人性的贪婪你是想象不到的。为了长生不老药，很多人会不择手段，到时候你就等着看吧。开门了！崔大人！崔大人在哪儿呢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呀？大家都安静一下。这是新姑娘发出来的声音吗？怎么这么大啊？我知道，这一定是神医传授给新姑娘的神通。大家都安静一下。现在我要向大家传达神医的指示。神医大人的指示？什么呀？什么指示啊？神医大人？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长生不老药吧？但长生不老药的数量是有限的。神医大人说了，长生不老药只吃丹药是远远不够的，还需要几味特殊的珍稀药引。什么呀？这么说，崔大人准备给我们长生不老药了？新姑娘，您说吧，不管是多珍贵的药材，我们一定把它找回来呀。没错。那现在，请大家听神医大人讲话。什么？神医来了？神医在哪儿？神医在哪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快看呐，这是仙人呐！吾乃太清道德天尊，怜众生疾苦，特赐下100枚长生不老药。此丹需配合3味药引，极其珍贵，唯有意志坚定者方可得到。药引1：九转还魂草，此草生于阴阳交汇之地，拥有9片叶子，使人能够起死回生。药引2：幽冥鬼兰，此花生长在冥界最深处，花瓣呈半透明状，能滋养灵魂。这上哪去找？这都什么呀？你听说过吗？这个药引3嘛，破望金莲。此莲生于灵山脚下，通体为金色，能让人拥有不灭金身。上哪找啊？找到这3味药引，便可长生不老。你听说过吗？神医大人的话，想必大家都听到了吧？药引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，但如果你们依然坚持，就在这里领取丹药吧。这3味药引我都没听说过，还有这冥界，还有灵山脚下，这些地方真的存在吗？哎呀，神医说的还能有假？肯定存在。我才不管那么多，先来一颗，万一我走了狗屎运，什么都得到了呢？
你没事吧？我能再来一颗吗？哎，你别抢啊你！这个要你有什么用？还不快去给我抢一枚！是。哎呀！给我一枚仙丹！抢了是别我的！给我一枚仙丹！仙丹是我的！长生不老。对呀，总算结束了。我这打着小抄，他们都看不出来啊。决明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样真的行吗？放心吧，只要按我说的做，肯定就没问题了。心怡，我们回去吧。大人，那3味药引怎么办？若是找不到，皇上会不会怪罪？放心，我既然有办法逼崔福灵交出丹药，也有办法逼他交出药引。你现在立刻带几个人回京，把崔福灵的父母给我抢回来。是。大人，药抢回来了。废物，你就不能多抢一枚回来？这一颗给陛下了，我怎么办？我再去抢一颗。决明，哟，你来了。那边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都已经解决了，他们现在忙着找药引，已经没有人再堵在药铺门口了。那就好。坐吧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医学书。你们时代的医学书？那我能看看吗？当然可以，我拿来本来就是给你看的。我想了一下呀，你们那儿经常出现瘟疫，归根结底是因为你们那边防疫的知识太落后了。所以呢，我就把这个书拿来，回头你科普给他们听，这样的话就不会再发生瘟疫了。那我具体应该怎么做啊？具体呢，就是开办一个临时的学堂，然后把7里8乡的人全部都找过来。他们要是不来的话，就给他们发免费的鸡蛋。回头你把这个防疫手册上的内容，通通讲给他们听。等等，这免费的鸡蛋，会不会太贵了？嗨，没事儿的，这鸡蛋在我们这个时代便宜得很啊，放心吧。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！崔大人的防疫小课堂开讲了，只要走进来听够1炷香的时间，就可以免费领个鸡蛋。真的假的？免费领鸡蛋？真的假的？免费的鸡蛋，听够1炷香就可以领鸡蛋。这样就能领免费的鸡蛋？真的，新姑娘，我已经听够1炷香了。三娘，给他拿一个。谢谢新姑娘。姑娘，鸡蛋给您了，拿好慢走啊。真给鸡蛋啊？我也要听，我也要听。快进，快进。走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纸摸着真奇怪啊！听够1炷香就可以免费领鸡蛋，进去看看吧。各位乡亲们，我知道最近大家都过得很不容易，一轮又一轮的瘟疫来袭，带来了痛苦，带来了死亡，同时也带走了欢乐，带走了我们的亲人和朋友。是啊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们全家死的就剩我一个人了。崔大人，要不是您，我们早就进棺材了。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，所以今天我把大家一同叫到这里，我希望我们一起努力，彻底解决瘟疫。真的有解决瘟疫的办法了？什么办法？真有办法吗？解决瘟疫的办法就藏在这个手册里。崔大人，那我们不识字咋办呀？是啊，俺不识字。没事儿，现在呢，我就来讲给大家听。防疫呢，首先大家要勤洗手，饭前便后都要洗，角落里不能有积水，刚结束洪涝后的井水也不可以饮用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大人，毕飞宇把您的爹娘给绑过来了。什么？
娘，站住！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把他们都杀了。林飞宇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快把我爹娘放了！我要的很简单，只要你交出那3味药引，我自然会放了他们。我根本就没有，我上哪弄来给你？那我不管，今天我交不出药引，他们就会死在你面前。李飞宇，你个无耻之徒，居然用这种卑鄙的方法威胁崔大人，你迟早要遭天谴！大人父母威胁，算什么男人？有种给老子单挑啊！哪有你们说话的份儿？崔福灵，你最好想清楚了，我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到底是药引重要，还是你爹娘的命重要？福灵，你别听他的，爹不怕死。女儿，娘不能连累你，你走吧，别管我们了。爹，娘，你们这2个老不死的，给我闭嘴！你们，既然你那么高尚，那我就先拿你开刀。陛下驾到！参见陛下！参见陛下！大家都起来吧。谢陛下！谢陛下！谢陛下！陛下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朕不放心，过来看看，你在做什么呀？陛下，崔福灵他目无尊上，臣多次向他索要丹药和药引，他竟然一再拒绝，简直没把您放在眼里。臣也是没办法，才把崔玉玉请过来劝劝他女儿。竟有此事！陛下，臣女冤枉，臣女绝无半分私心，是厉飞羽太过贪婪，打着陛下您的旗号，实则想把丹药据为私有。您若不信，您大可审问他的下属。陛下，他胡说，臣根本没做过这种事儿。你来告诉朕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厉大人确实索要了2枚长生不老丹，1颗给自己用。厉飞羽，你竟敢私自侵吞丹药！陛下，那丹药有100枚，臣只是一时糊涂。哦，竟然有100枚！既然有100枚，给他1颗也无妨。毕竟他是为朕办事，算不上什么大错。陛下，陛下您有所不知，这丹药确实有100枚，可是丹药需搭配3味药引，才能实现长生不老。这3味药引，天下只此一份。厉统领逼问我药引下落，却不告诉你，怕不是想自己用。陛下，臣真不知道那药引只有1份。陛下，您要相信我，臣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您，臣是为了您好，我对您绝无2心的。陛下，厉飞羽绑架我在先，伤害我爹娘在后，我跟他势不两立。今日他若不死，臣女便一刀抹了自己。不要啊！刀给朕，朕亲自动手。不，你不会这样的。怎么样？让你打听的事儿打听到没有？打听到了，厉统领回云水城是替陛下讨要长生不老药的。什么？长生不老药？真有这东西？不清楚。三福公公，还有一件事。说，我刚才过来的时候，见崔玉一夫妻2人上了一辆马车。赶车的人，我瞧着像厉统领的马夫。你确定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。厉飞羽绝对没安好心，崔玉一夫妻恐怕有难了。这样，你现在去云水城找崔大人，告诉他，他父母啊，恐怕落在厉飞羽手中了。快去！是。我现在已经和崔福令站在一条船上，必须把厉飞羽和上官红2个人弄死才能安心。要彻底铲除这2人，需借陛下之手。
崔大人，崔大人，崔大人，你是谁？崔大人，您别害怕，奴才是三福公公的人。三福公公托奴才传话，说您父母到了厉统领手中，恐怕会对您不利。什么？嘘，您小声点儿。三福公公还说，他会劝陛下前往云水城，借此一举铲除厉飞羽和上官红。希望您能配合，写信共同商讨计划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奴才话传到了，就先走了。决明，不好了！这么晚了，怎么那么晚过来啊？不好了，厉飞羽把我爹娘都抓走了，恐怕他们要以此要挟我，让我交出药引。可是那药引都是我瞎编的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玉，你先别着急，你跟我说一下具体的情况。这件事儿是三福公公安排人告诉我的。三福公公的意思是借刀杀人，把皇帝叫来云水城，然后再给厉飞羽设局。可是我爹娘还在他手里呢，而且皇帝非常信任厉飞羽。我大概明白怎么回事了。这事不难，皇上生性多疑，他派人给他求取长生不老药，难道他不害怕被人私吞吗？只要他有这个怀疑，那这厉飞羽必死。所以呢，到时候你就这样，你就说我喜欢什么什么，看他们。朕已经把厉飞羽给杀了，现在你可以告诉朕那3味药引在何处了吧？自然，第一味药引在蓬莱仙岛，蓬莱仙岛位于东面大湖之中，传闻大雾之时出现。第2味药引在昆仑山的死亡山谷，第3味药引在天竺国灵鹫山山脚下。好，朕这就派人前去寻找。陛下，替陛下寻找药引之人，不妨就派上官大人去吧。神医说，上官大人与蓬莱仙岛多有缘分，说不定能替陛下寻得第1味药引。不好，里面恐怕有阴谋。陛下，臣就是个大夫，我什么都不懂。不必推辞，神医说你有仙缘，你肯定能拿到，还是说你不愿意啊？臣不敢。计划成功。崔御医，你多次解决瘟疫，救下云水城百姓，此乃第1功。朕病重时，你的神药救了朕的性命，此乃第2功。你为朕奉上长生不老丹，并透露药引位置，此乃第3功。为了嘉奖你，朕特封你为1郡之主，10亿5千，另赐大宅1座，黄金100两，良驹1000匹。哇，崔大人好厉害，好厉害，真是了不起，厉害了！多谢陛下，谢陛下，多谢陛下。都平身吧。摆驾回宫。太好了，崔大人，您成郡主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随便欺负你了。是啊，10亿5千户，很多公主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呢。恭喜崔大人！恭喜大人！恭喜崔大人！恭喜大人！恭喜大人！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决明。哟，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？厉飞羽死了，上官红被陛下派去寻找蓬莱仙岛，这辈子都别想回来了。而且，陛下还封我为君主了呢。哦，真的假的呀？你这么厉害，都成为郡主了。那以后是不是可以靠你来养我了？当然了，我养100个你都没问题。等等，店里不会有人来吧？放心吧，不会的。哎呀，
其实还有一个问题。现在只能你来找我，不能我去找你。但是你好像一旦走到店门口，你就会消失，这怎么办？我不在乎，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就可以了。我也想让你看看我的世界。那我们试着一起出去走走。行，我们一起。没事儿，我们一起。哇，这就是1000年后的世界吗？好神奇啊！走吧，让我带你去探索这个新世界吧。